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那接下去刚才我们有预告的，我们会花一部分的时间来重点讨论最近这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俊廷的译作《女性的权利》，18世纪末期他写的哈，是一位英国的女性作家，叫做 Mary Wollstonecraft。那俊廷，我首先想问问你哈，这本书是别人给你请你翻译的，还是你自己选的？然后这次出版之后这么受欢迎，你惊讶吗？你觉得它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喜欢呢？首先就是我当时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遇到了有一位编辑，然后推荐给我的。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其实很早就知道这本书就是名声在外嘛，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能够去把它很好的翻译出来，因为这个是现代女性主义的开山之作，真的是这个女性主义的鼻祖啊，祖师奶，所以有非常大的难度。我看了一下，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热爱多过了这个犹豫吧，所以我就还是接下这本书。我当时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看到它的原文，就觉得一个字就感觉非常的爽，就是像在看一场200多年前的这个脱口秀啊，然后非常的高级幽默，然后也是酣畅淋漓的这个辩论，然后放到今天的话，它应该就是那种电视上的这个脱口秀女王，或者是奇葩说里面的金牌辩手。虽然在当时是女性是非常这个没有权利的地位啊，但是她就是暗戳戳的讲了很多话，比如她说，四面八方都在高呼反对男性化的女性，但我想问，这样的女性到底在哪里呢？如果说男性发明这个词是为了反对女性热衷捕猎、射击和赌博，我会双手赞同。有很多话因为局限于时代呢，就只能点到为止。但是实际上他的思想远远比他说的这些话要前沿和先锋嘛。但我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所处的环境相对来说一直都还是比较男女平等的，然后也是因为独生女嘛，也不存在重男轻女的问题。然后其实你前2天提到一个幸运这个词儿，就是我这2天也思考了很多，我现在觉得其实我还是很幸运的，因为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个军人嘛，然后我的奶奶也是就是军属大院里的妇女代表。那么在我很小时候，她从小就告诉我，因为她自己只读到小学，然后她非常的要强，她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服务的工作，然后也把自己家里的几个弟弟就是像母亲一样从小带大。然后我记得我从小她一直对我说的是，就是女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因为她说我非常可惜，我只读到了小学，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很幸运一点是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然后也一直鼓励着我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其实读到他的这些思想的时候，我是非常赞同的啊。但是其实最大的就是吸引我的点还是玛丽的人格魅力，决定要去翻译这样的一本书，并且我是在就是辞职决定做自由译者的时候，然后正好碰到了这本书的。那么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因为他其实里面有一句金句啊，就是网上大家就是也很多人都在评论区里面发，就是他说一个女人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凡是我决心要做的事情，我都义无反顾的做到底。其实这句话包括他的整个人生，就是 Wolf 也说的嘛，她是一个女战士的实验人生，她不仅是这么说的，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所以就是她的整个人格魅力吧，就是给到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去做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其实是一种处境了，它不是一种性别。其实但在每一个人就是遇到了人生需要重新做选择的时候，或者你对自己的就是想法不是太确定的时候，都需要一些强大的力量。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真的是超出了我预计的，就是受到了很多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欢迎，因为一些很感动的评论我都会记得，比如他说我觉得每个女孩都应该读这本书，一杯奶茶钱就能够领取到这样的思想，真的是太值了。因为书的确是卖的不贵啊，我们都知道啊，对。然后
还有一个女孩说，就是哎，好感动，这样的一个跨时代的一个心灵的共鸣。也许当时她的确很苦闷，因为她有很多先锋的思想，但是不能昭告于天下。她有没有想过呢？未来这么多年以后，会有一些女孩解读出自己的这种不甘和野心吗？她说我要宣布，这是我2026开年以来遇到的最浪漫的事情。然后我就也非常的感动啊。就虽然这是一本弘扬理性的书，但是我觉得浪漫和感动也是我觉得是看这本书的关键词，因为他其实一直是激情澎湃的在就是宣传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理念。他之所以就是过了200多年，我们依然还热爱玛丽啊，包括读者的很多就是热情的这个响应嘛，我觉得还是因为玛丽其实是一个非常知行合一的女性主义者。然后首先她是不被当时的所谓的主流性别观所裹挟嘛，她并不认为女性不能去从事一些进入理性的世界，去从事一些所谓具有理性才能够去做的事情，很多的职业，比如说医生啊、护士啊，对吧？然后还有甚至说她觉得女性应该有自己的代表进入政府去议事等等。然后她自己也是过着这样的一个这个实验性的人生啊，真的是他从小就是阻止这个父亲家暴母亲，然后还非常实验性的跟他的女性朋友一起生活，然后开办属于女孩们的学校教育女孩，然后一起买房子，对吧？这个很多就是现在我们很多女孩都会设想的，就是如果我不结婚，我是否可以和闺蜜一起去生活等等。当然她也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大胆的勇敢的去追求，哪怕最后失败了，或者说遇人不淑，然后那是后话了。她每一次都是非常勇敢的去追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比较知行合一的吧，就是能够去承担一些后果，然后去追寻自己想要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她不光是理论吸引人嘛，她整个人生故事也非常吸引人。俊婷，你提到了玛丽的知行合一这一点哈，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深挖，比较有意思。我其实非常同意她是一个女战士的实验人生，但是呢，也许会有其他的读者，会认为她的知行并不一定合一。为什么？因为玛丽的爱情故事其实也是非常的波澜壮阔，可以这么说，因为她曾经非常曲折，疯狂的追求。对，非常的曲折，而且他其实38岁就离开了人世。短短的人生当中，其实有了非常多段非常热烈的爱情，曾经疯狂追求有妇之夫，然后还与另外一个男性后来生下私生女。私生女这件事情，其实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好像其实是非常好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污点。关键是。在那个私生女的父亲移情别恋之后呢，玛丽曾经是2度自杀，未遂，对不对？所以她在自杀获救之后还会写到，她说，当死亡的苦涩已过，却被不人道的拉回到生命与痛苦之中。这个其实让我们好像发生了一些怎么说cognitive dissonance， 就是有一种失调。我们在他的书中读到的他的这种见解，似乎是我没有男人也能够过得很好，我要怎样过我自己的生活。但是在现实的自己的他的行为当中，却是会因为感情的失去或被背叛而想要自杀。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看这样的一种就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对玛丽的挑战？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因为如果你看过他的其他的一些作品，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不是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叫北欧书简，就是他代替他的那个就是当时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吧，就是伊姆利，然后去到北欧去做很多生意，他写了很多内容，其实也你可以看到他对于感情还是非常的向往的。那么包括像 Wolf 他在这里面也写到，他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力量一直在玛丽的情绪之中交替，连他自己也感到矛盾和困惑，对吧？所以也不能全怪那位花言巧语的伊姆利跟不上他的变化的这个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女性啊，因为如果一个人他只有理性然后没有感性的话，或者说他完全不曾质疑自己的任何决定，没有冲动过，然后所有事情都是深思熟虑，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简直那可能是 AI 吧，那就不是人类了。我觉得就是这正是玛丽的
他的小缺点也是他的可爱的地方，也是他的真实的地方。其实我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不是代替我自己提的哈，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谈到玛丽的人生的话，是不得不讨论的一个问题。我个人其实也认为她的这种有血有肉，她的这种理性和所谓感性或者甚至非理性的这种拉扯，是让她成为一个更真实、更有意思、更值得去读的一个人的原因。所以其实这不影响我对他的理解，但是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在他死去之后，其实他的最后的这一位爱人啊，是一个哲学家 Goodwin， 他写了一本代替这个玛丽写了一本玛丽的回忆录，怀着爱意写的。在这本书中呢，其实披露了就是玛丽的一些私人生活，包括之前有个私生女啊，包括婚外情和自杀的经历啊等等。本来是就是想要给大家更完整的一个玛丽的形象哈，其实是充满着爱意去写的，但是被那个时候的很多读者认为是证据，就说她玛丽其实是一个什么荡妇之类的，说的非常的难听，所以导致其实玛丽在女权主义当中的这个重量其实是在那一段时间是完全消失的，直到之后才会重新被证明我们现在才会读到玛丽的在1792年写的这部作品，并且她获得了她该有的这个重量所以其实有一点可惜吧，我觉得她的这个impact， 她的这个影响本来是可以更早就开始的，却因为这些私人生活的故事被标签成就是知行不合意，应该说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所有的先锋都要面临的苦闷的一个点吧。就之前有个读者也说到，就是先锋要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是吧？就是总要有一些就是当事人所不能理解的，但可能后世的人会慢慢的去理解的一个点。而且刚刚就是其实讲到，就是说关于他是否理性，到底是否知行合一的问题嘛，我前面就在想。其实人不是说你不能犯错叫做理性，就理性你必须都是对的，而是说你可能每一次遇到了做错了的时候，你停下来，你可以用你的理性去判断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玛丽她虽然跟那个伊姆莉就是闹得很不愉快，她生了孩子，但是伊姆莉也并没有跟她结婚，然后那玛丽就是非常毅然决然的，就是说我不要你的钱养我的孩子，我自己会去养，我就要跑去巴黎，我决定从事写作，用就是写作养活自己，然后就成了第一个这样用写作养活自己的一个女作家。她就是说到做到，她虽然我为你跳河，对吧？但是我活过来了，也就结束了。我就是会我会往前继续走，而不是说把所有的重量和人生全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我觉得所以这也是他知行合一的一个点吧。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你喜欢玛丽的点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你的人生也是非常的精彩，或者说像玛丽那样勇敢和大胆嘛，就是能够去谢谢真的，因为我会做这样的选择的话，我可能自己就默默的去做了，但是你还会愿意去把它就是放在阳光下面，去把自己的整个过程展现给所有的人，一起去分享，一步步怎么走过来的。我觉得玛丽最让我想要感慨、想要去弘扬的一点，就是她真的太先锋了。这个17多少年的时候，她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种主张女性并非天生劣于男性。我觉得如果把我们transport 到1790年、1792年的时候，要让我们去接受玛丽的观点，同为女人，甚至都有可能会觉得哇不可思议。当然呢，她的那个年代也有局限性，我想你待会儿也会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作为译者，如果有不同意她的意见，会有哪些，会怎么想？但是我也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我其实也完全认为这些局限性是应该存在的，是我可以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去怎么说 extrapolate， 就是我不一定要把它读成是它的字面意思比如说他说意思就是说不要服美役，对吗？如果我把它翻译成非常非常现代的女性主义的话语的话，包括他认为女性要非常的理性，要好像就跟男性一样，要用理性去征服一切。其实我们现在也会觉得女性也有非常多，就是
sensibility 与理性相对的那一面，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去代替，其实也是非常宝贵的，是不应该去 denounce， 不应该去就是把它变成好像是第二级别的，是第二层的啊。我觉得其实这些局限性我们现在都能够看得到，但是不影响我去欣赏玛丽那个时候的这种先锋啊，并且我也可以把她的这些观点放在他的上下文当中去看。我有一点感同身受的就是我们所处，我与玛丽虽然隔了这么多年，但是我们都是作为各自时代的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一个比较有优势的一个位置，可以去获得一些impact， 可以有一些声量，可以有一些影响，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因为之前我跟你在育才的时候有所沟通，我们是否都是非常幸运的女性，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并且我们的家庭做了很大的一个推动，就是让我们从小就觉得我们是应该要获得教育的，我们就是应该非常好的，从来没有一个被灌输我是第二性的这样一个过程，从来没有过。其实我的这个人生从上海做独生作为独生女，没有获得过任何我可能会比男生差这样的一种信息。我甚至是有一点被反向的这种indoctrinate， 我是反向的被告知我作为一个女性可能是会有弱势的，可能是会不足的，我是需要额外的帮助的但是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前18年的人生当中其实是没有的。我们甚至在上海的学校里面，女生的成绩往往都比男生要好所以其实也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幸运，同时也希望能够去为所有的女性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也是在这本书出版以后，一个是看到大家的热烈反响，然后另外看到有一些女孩的评论，她会说就是玛丽说的那些话跟我过年回家的时候在老家听到的这些教训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希望我也能够像她这样的就是独立自主或者说有力量。那我觉得听到这些真实的反馈，我会觉得那其实这本书在今天还是依然有它的价值，能够鼓舞到一些就是可能原来不那么就是她在她的小环境里面也许还需要去争取权利的这样的一些女孩子。虽然大部分都是好评然后以及就是从这本书获取力量的一些反馈，然后但是也有一些读者他会有一些质疑which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也会觉得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和现在的就是语境来说是有一些脱离的，但这个其实也反映了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已经进步了，对吧？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其实很多女性在各个行业各个舞台各个角色上都是在发光发热的，所以就是这本书的局限性其实恰恰反映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进步然后但是其中有一些我觉得很有可以讨论的一些点，比如说有一些读者就会说为什么他一直强调理性然后他也批判感性尤其他有一句话说是细腻的情感温顺的话语易碎的心灵然后精致的品味就几乎等同于软弱，大概是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有些读者就会觉得那为什么要这样讲，难道感性就不重要吗？是吧？因为他在这本书中一直在批判感性没错。对，我其实作为译者我可以说其实也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就是我不觉得感性是非常需要一棒子打死的，可是呢我也要替他说话，就是因为在当时他只是在为女性争取一张理性世界的入场券，因为在当时其实是非常崇尚理性的标榜你有理性，你的理智程度非常高，你才可以进入这个世界的这个金字塔的这个往上走的一个塔尖，那你才可以参与很多公共事务的讨论，你才可以拥有自己的权利，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公民。但是他只是在为我们争取入场券。但今天我们很多的女性都有了这张入场券之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新再看一看感性的作用和力量。我觉得感性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战胜 AI， 最终 AI 我们要靠这个什么，就是我们很多的审美我们的这个像匠人的精神是吧，这很多东西包括我们要听从自己的心灵去走很多人生的道路的选择，而不是只听着你的大脑因为我们慢慢就会发现其实理性也不完全是就是完美的包括我之前已经翻译完的那本就是赫希曼的这个发展项目观察，其实里面就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原则，就叫做隐藏的手。那隐藏的手意思就是在你自己也不确定的时候，哎，有个东西推了你一把，你就去做了。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想的太多，要分析这个分析那个，最后得出一个完美的结论再去行动的话，那就是往往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其实也是强调了理性的有限性，在当时也是石破天惊的，因为传统的这个经济学，经典经济学其实就是在讲，就是把人当作理性的人嘛，我们怎么去选择，对吧？社会也是理性的社会，我们怎么去有一个路径去发展？但是他就说了，其实理性是有限的，然后人世间的这个真正的真相，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不确定性、模糊性。我们要去承认它，然后要去运用它的力量。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如果说我有什么不同于玛丽的话，我觉得是这一点，但也要考虑到这个时代的局限性。然后还有一个点，其实是在于就是这里面我觉得会不会给女孩造成一种错觉啊？就是我作为女性啊，我一定要去抗争，我要证明我比男性强，所以我一定要去，比如说男性读数学好，我一定要去读数学。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就是当然因为张倩你是因为本身就是理工科就好，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是你自由选择的这个道路，而并不是说我为了去证明什么，然后非要去做我觉得要比男性擅长的一些事情。那这就会陷入另外一个误区，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大女主叙事，或者说是强女叙事这样的一种框架里面去，这是一个新的框框，我觉得对女性的一个新的一个枷锁要求，对一个要求。因为虽然这本书里面他就说了，你看，哎呀，不能依赖呀，不能柔弱呀，不能显得很脆弱呀，但是他当时我还是要说，他是为女性在争取入场券。但是现在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展示你的脆弱也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比如说很多博主，包括张倩你，对吧，能够把自己的一些不同寻常的心路历程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包括很多的博主，他能够这样做，有这样的力量，所以才会有很多喜欢他的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然后包括我在讲就是亲密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就是两个人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样，如果都很要强，其实你是很难去获得真正的亲密关系的。就是健康的关系其实还是要能够去暴露自己的脆弱的一面，然后才能够跟对方产生更加深入的一个链接。大女主叙事的话，其实就好比说《甄嬛传》嘛，很多女生都爱看，就是那个最爱看的就是她的黑化，然后回宫复仇，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大女主叙事，成为大女主，所有人都臣服于我，最后成了太后。但是我有时候就在想，就是说，那难道我做安陵容就不可以吗？我知道我是牛马，我是工具，我是个棋子，但是我一辈子就在我能力范围内踏踏实实的做好我自己能做的这份工作，对吧？然后我做浣碧就不可以吗？我就是为了心爱的人，我最后可能一头撞死了，但是这就是我选择的人生。可能很多人说不应该，就是为了一个男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他真的觉得这就是他想要的价值，那我觉得也是有他自己存在的一个意义的，因为我们无法去评判幸福是什么。对，我很喜欢你的书里面就是有那个快乐指数，就是其实我们最后不管你是感性也好，理性也好，然后你是大女主还是别的女配角，对吧？我觉得都要允许存在，因为我们最后追寻的是自己的幸福，但是幸福是很难去衡量的，它是一个你内心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它是就像是一个佛教徒去看着那个佛像的眼睛的时候，你感受到的那种平静和快乐和力量，我觉得那个就是幸福。刚才你讲到的《甄嬛传》里面，我也很有感受哈。我觉得最后的黑化，所谓甄嬛变成了太后，那爽到的到底是谁啊？我觉得她爽到的是一些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她可能不一定真的爽到了甄嬛本人。就我们作为女性到底自己想要怎样的一种叙事，包括刚才你也提到暴露脆弱的能力是一种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如果去真的是功利一些哈，是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你可以让别人认知你，你可以让别人走近你，那你可以就更好的去建立你的亲密关系。所以其实这一点是我认为现在的许多男性需要获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现在女性主义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就是我觉得很多男性其实也被错误的社会化了。很多男性他认为自己不能哭啊，不能展现自己的情绪啊，不能弱呀，那其实是影响了他自己的
生活质量和亲密关系的质量，对吧？所以他们要向我们学习。是有很多男性他觉得，哎呀，你们老提女性主义，好像把男性排除在外了，就是要跟我们对立。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觉得，一个健全的人格，或者说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就是你应当去在主流的生存方式之外允许多元化的存在。然后包括像那个梅姐姐也是，刚刚说到《甄嬛传》里面，她也是另外的一个，就是她早就看穿了你们这些游戏规则，哎，我不跟你们玩了，对吧？她也是另外的一种。还有就是爱是否重要，也是一个话题。就是这本书里呢一直在说，哎呀，不要去把自己的，当然这个是对的，他就说不要，女人的首先要做的就是自己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不是把就是一生的指望都寄托在一个同样有人性弱点的男人身上，对吧？这个说的完全没有错，但是爱还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就把爱情踩在脚下了。包括他自己也是一直在追求爱情，就是没错，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因为爱也是组成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点我作为网络写手啊也很有感触，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写一些讲到我的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会分享一些矛盾呀、摩擦呀，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试图解决，甚至怎样去失败去解决啊，我都会愿意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让大家看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哈，就是我们其实都有很类似的这种体会，或者说有这样的矛盾存在。但是像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抱怨亲密关系当中的问题的情况呢，往往会吸引一类的评论，就是说哦，那其实单身多好呀，或者说不要男人就没有这些矛盾呀。那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爱依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我其实和我的爱人也会经常去做这个家庭咨询啊，就 couples therapy。你到底想要赢，还是你想要很好的关系？对，我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不是说这道题本身难哈，我不想要赢，但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是，对我来说至少就是我一个人生活确实能够非常的快乐，我有自己能够获得幸福的所有的怎么说外在的一些条件，也有自己内心的一些足够强哈，所以我能够一个人过也非常的幸福。那就好像把我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要求拉得非常的高，我好像时刻就在觉得如果说他让我不开心，我就要分手，我就要一个人。这是我知道的非常多的这种现代的独立女性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很难保持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因为你始终要去努力，要去解决问题，你要把它让它 serve 你，让它让你更快乐，让它长期的这种保持你的幸福。但有的时候确实会一定会有矛盾，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有些女性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就是她对于去解决亲密关系当中的矛盾的动力不足了，因为她的一个人在生活是非常快乐的，所以这是我们一种现代问题哈。但是我认为爱始终是非常重要的，我甚至有一点想要向自己证明，我能够维持爱，我能够去修理，我能够去保护我的爱。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修理这两个字，我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那个人去这个要战胜 AI 是吧？最后你是一个匠人，在方方面面，其实除了你选择的工作职业，你的投入事业之外，其实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就像你在织一块布一样，或者你在修一个家具一样，就它可能榫卯结构嘛，两块木头一开始它就是这样。就是相互插在一起，肯定是会有一些疼痛、一些摩擦。那么它怎么样去更好的相互彼此磨合？等它真正成为一体之后，哎呀，时间久了又会有一些对吧？风吹日晒的压力等等，它就会有一些松动。那你又如何去修复它？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就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学会了，我们不喜欢就扔掉，然后再买新的。但是有些事情你再买新的，它的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然后相反呢，就是我觉得一件东西它随着你自己的修复，投入很多情感进去之后，就慢慢的可能会长成你想要的那个样子。那么可能有很多人会问，那这个成功与失败究竟如何去衡量，对吧？怎么能说你的这个故事到最后就是成功了呢？其实
我在这里很想分享，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女诗人，就是辛波丝卡。然后她的诗集里面有一首诗叫做《写履历表》。其实我是一个很难去自我介绍的人，就不太擅长，就包括咱们这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张倩叫我自我介绍，我也其实只浓缩成了1-2句话吧，但是很难。其实一个立体的多维的人，然后这么长的人生经历，然后你要去跟别人说什么呢？去挑哪些点去说呢？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这首诗叫做《写履历表》。需要做些什么？填好申请书，再附上一份履历表。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最好简短。简洁精要是必须的。风景由地址取代，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旅行要出了国才算。会员资格原因免填，光荣记录不问手段。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悄悄掠去你的狗、猫、鸟，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价格无关价值，头衔非内涵。他的鞋子尺码非他所往之地，用以欺世盗名的身份。此外，在附装露出单耳的照片，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碎纸机嘈杂的声音。我不知道张倩你读完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我非常喜欢这首诗，因为它讲到了我们的一个困境啊，就是当然你求职的时候非常简单，你就要跟着你的理性嘛去走，就是说把你最光鲜亮丽的所谓的成功的这些东西全部都写出来，然后而且要清晰，刷不能多，就几个点，要精选、精炼再精炼，简单再简单。然后这都是我们以往习惯的这个叙事方式。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很多丰富的东西是简单的一页纸，甚至这页纸它写的最后会被放进碎纸机啊，因为大部分可能就没有谈拢的公司都会这样去做，对吧？然后是的，当然你想一想，当你自己回顾人生，就是以终为始，就是可能在你要走向死亡的那天去回顾这一天的时候，回顾这一生的时候，就会你可能回想的更多的，我觉得都是那些简历纸之外的东西，那些写不下的东西，那些你旅行的风景，你的朋友，你的梦想，你的猫和狗，你的那些柔软的部分，对，然后可能是别人觉得失败或者说是不值一提的东西。我想代替听众观众朋友说一句，刚才你的朗读让我好像回到了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听课文的时候，非常的我很享受。我刚才我不知道是不是眼睛都闭起来了，在听的时候。而且这首诗其实它很 sharp， 它其实就是怎么说，简直像一把刀一样，讲得非常的睿智哈，就甚至这些都是有对，非常直接，我觉得很幽默其实，而且我相关的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多，因为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知道我是在非常非常正统的甚至成功的这个别人家小孩的轨道上一直走到大概32岁的时候，然后选择了放弃之前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职业的成果吧。其实我一直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现在选择了所谓的躺平和半退休，或者说去做兴趣和爱好驱动的事情，我获得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就是我可以再也不去用领英了。你知道领英是什么？对，是，对，当然，应该上过班的人都知道。LinkedIn 其实对LinkedIn 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痛恨的东西，它其实就像是辛波丝卡讲到的这个履历表哈，一种体现，就是真的是极端的一种提炼我们的标签的，或者说把所有的那些其实真正展现你是谁的这些血肉全都去掉，而只留下什么公司、职位、学校、
学位。自从不用去上 LinkedIn， 不用去用 LinkedIn 去领英去寻找工作啊，或跟别人去约咖啡啊，去约聊天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解放，并且我也想说我非常快乐能够进入到一个不需要写履历表的一个阶段。我现在只在乎写我的 eulogy， 就是在你死后，别人会在你的这个 memorial service， 在你的葬礼上会念的这样一段文字。我相信它和你的履历是几乎没有重合的。我的 eulogy 是我唯一现在在乎的想写的东西。同意。如果说玛丽这本书还有什么未尽的话题啊，其实就是如何去跳出这个婚姻和家庭的这个框架，包括生育的框架。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他书里也有一句话写到，他说我们无法想象，也没有人告诉我们，在一个不嫁也不娶的时代，女人应该如何生活。那因为他自己在那个时代下面，包括他后来也很幸运的遇到了最后一任丈夫，他们结合了有了孩子，然后包括他的女儿玛丽雪莱也是非常著名的这个作家。但在今天的话，其实女性有了更多的这个多元化的这个选择和生存的方式，和社会角色。那她可以是单身的，然后她也可以是未育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女性应该怎么样去就是所谓的过好这一生吧。然后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缺少这个很好的这个 role model 的，就是或者说是一些可以参照的一些角色。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时代发展的非常快。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综艺啊，就是我很佩服这个刘晓庆庆奶的这个人生状态，就是她自己也说，她说别人都说了啊，我就是你看她离了很多次婚嘛，对吧？而且还被别人骗钱，包括坐过牢，然后她那个也没有小孩。其实她自己过得就是非常的快乐，因为她有她自己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节奏。然后她在节目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精神面貌，我觉得就是让年轻人也是非常佩服的。所以我就想啊，如果我老了有这样的一个精气神，真的那已经很不错了。包括我还看那个有一个综艺，就是叫那个《日落时分说爱你》啊，就是一个50+的这些姐姐们哥哥们呢谈的这个恋爱，就是不同的素人然后上来认识。我会觉得不管怎么样，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到这个年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勇气去从头开始自己的感情，包括上节目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和缺点呈现在大家面前，其实是非常我觉得很多人做不到的，以及就是我觉得是值得去肯定的。因为之前不是一直有句话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嘛，就好像对吧，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然后可以抛弃这个很多，就是放下很多这个俗事，包括家庭的琐事，然后就跑出去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实我觉得女性也是，我们说女人也至死是少女啊，就是你永远都有机会去重启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去选择一些合适的道路，包括去遇到一些新的人。那么我就是觉得每次看到这些比自己年长的这些女性，然后她们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反正尤其是这些就是未婚未育的这一个人的，就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非常的受到鼓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是的，我觉得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种没有被性别化的一种教育模式哈，这也导致了我就是好像没有觉得自己应该要去结婚，应该要去生育，甚至小时候我曾经是下国际象棋的半专业的小运动员。因为国际象棋的女性组呢，就是人数不够多，所以我们经常会需要被放到男性组当中去比赛。这其实在国际上也是有男女之间是完全可以互战的所以从小我好像就是被放在了一种我们就是应该是相同的，或者说我们是可以放在一起竞争。对于生育啊，对于婚姻这个观念呢，也会有一些趣事吧，可以跟大家分享哈。有一次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好像是被我一些很倔的一些举动和主张，他快要给气死了，他就发脾气哈，他说了一句类似你以后肯定很难找到对象这样的一句话。然后我的回答是我也觉得我以后很难找到对象然后另外一个好友的妈妈，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好的这个朋友哈，好友的妈妈也曾善意的说过，她说张健太优秀了，的意思是我成绩哈。他说张健太优秀了，以后就是找老公不容易。然后我当时听到完全是作为
一种加赞去接收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想来这些故事挺有意思的哈，就真的是我从小就好像内化了这种女性主义对于包括先锋对于我们女性的一种期待吧。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要这样活的，所以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作为女性主义这么多个世纪以来的受益者哈，我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甚至现在在我的婚姻当中呢，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传统性别的对调的一些部分啊，我们没有完全的对调，我不是一个传统的男性，我的爱人不是一个传统的女性，但是我们绝对有这个对调的这样一些部分在。比如说我刚才有提到，我的爱人是我们两个当中更会哭的那一个，更会要抱抱的那一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觉得对于我的儿子来说，因为我现在的孩子是将近9个月，是一个儿子。那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你要怎样去抚养儿子，那又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就觉得在我们家庭的这种亲密关系，我和他的爸爸，我的爱人的这种拉扯当中，其实对于我的孩子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模范作用吧。就是其实没有什么是一定是女性的，没有什么一定是男性的男性是可以哭的，女性是可以理性的女性是可以坚韧的男性是可以脆弱的。我觉得这些对于我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接触吧。对，这个我觉得相互的情感上的支持就是家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没错，对，哪怕是我觉得是有家有孩子的一些家庭，我觉得就是的女性到了一定的年龄，她怎么样去脱离开这些身份，然后去继续的追求自己我是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一直会持续终身的一个话题。包括像那个我有时候也会看那个作家大兵的直播间啊，就是之前在他那个直播间就是有一个麦子阿姨嘛，然后后来大家也很喜欢她，就是她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河南的农妇，就是在种稻田，然后她也有家庭，但是她觉得我活了这么久了，还没有去过我家乡之外的地方，我要去看一看。最后在大兵的鼓励下，他说好，等我种完这茬麦子，等麦子熟了，我就去南方。就是这句话说哭了很多人啊，就是他真的行动了，而且后来就是以打工换宿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就跑到了那个应该是云南吧，的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去开启了他的这个旅行的一个过程，也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追求自己的想要的一种生活的方式。然后包括像张小秋老师吧，他也是退休的一个语文老师，他一个人，然后年纪也比较大的时候，他收养了300多只猫。然后他可能不理解的人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不是很可怜？但是他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力量，然后也我相信从这些小动物的身上就是得到了很多的温暖。我觉得这也不错呀，是一种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就是至少还有这些毛茸茸的可爱的生物，对吧？可以给到你一些爱和温暖和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然后我还在小红书上关注了一个博主，很有意思，她也是农村的一位女性，就是叫肖大妹。然后她70岁，她68岁的时候吧，好像才开始写作画画，把自己一生的故事画出来写出来。最近有一个视频我还收藏了的，她没说什么，就是一家人，她老公，她还有她女儿吧，应该还是儿子，就是围在书桌前，就是很简单的农村的板房，然后他们就围在桌子前，每人一台电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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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字的声音，然后没有说话，就是然后就说是一家子文学病，我觉得很可爱，就是真的就是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哪怕你的人生的阶段已经走到是比较后面的部分，但是其实你永远都是可以开始选择你的想要的生活方式，永远都不会晚的。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些姐姐们阿姨们，然后给到我的这个力量。因为有的时候你往后看一看，人生剩下的日子其实也不是很多，人生是很短暂的一件事情。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去想后面的路要怎么走。那我觉得确实看看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很好很美好的。是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和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走出了非常多不同的精彩的路的女性。
再说一点，就是什么是女性主义男性？我觉得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女性去思考，以及就是看到一些他们不被承认的，或者说看到一些他们无法看见的这样的一些价值的男性，其实我觉得都是我们的战友哈。就是包括像那个鲁迅先生，其实就是最典型的女性主义的男性。他那个时候在北师大发表演讲，就是说那个叫什么很著名的《挪拉出走后怎样》嘛，就是讲那个伊姆生的《玩偶之家》的这个小说里面剧本里面讲到的这个女主角，她要离开家庭脱离之后怎么办？然后那鲁迅先生他当时也被误解啊，别人说你为什么要泼冷水？因为他讲了女主角出走之后怎么办？无非就两个结局，要么回来，对吧？要么就是就是因为他无法有自己的赚钱的能力，他没有经济权，所以在当时其实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犀利的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就其实他也是在设身处地的为广大的女性的这个不同的道路和结局去思考。我觉得就是当然在今天的话，可能女性已经有了很多的这个选择，那我觉得男性就是要去用另外的一个框架和更包容的视角和多元的视角去看待女性所付出的价值。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的男性。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女性主义，我对男性的总体要求太高还是怎样，我会觉得是真正的女性主义的男性还是太少了。我不认为那些认为女性跟男性一样好或者 deserve 一切平等的这个资源的男性就是女性主义的男性了。我希望他们能够比如说在公开的场合指出这个女性的成就可能被其他人抢掉了，你会阻止那个男性的发言，你让这个女性来回答。就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做这样子的这种小小的这种举动，去帮助女性哈，因为我知道女性在哪些地方会被压倒，对吧？就声音会没有被听见，没有被传播等等。我的观点其实跟玛丽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必须得承认，就是虽然这一点是很多有些读者也在诟病啊，就是为什么你上来先承认男性在体力上优于女性，对吧？或者说生物学上就是这样的，然后后面再说，但是我们要争取平等。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不得不去承认，就是先天性是有差异的。然后呢，但是我的观点是说，所以就是说两性要平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追求绝对的平等。比如说，男性要搬10块砖，所以女性也要搬10块砖，这样才叫平等。而是说你要考虑到，就是女性先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我就是搬不了10块砖，我就是只能搬8块砖，但是我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同样的就是被看见，那或者被认可。那就包括说像很多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一样的，对吧？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你不能说我要我赚10万块，你代替家政阿姨只能等于5000块，所以你比我弱，而是我觉得就是要重新去衡量这个标准的问题。没错，你刚才说到的把家庭主妇的价值等同于家政阿姨，这个已经是学过经济学的人会做的事情。更多的人直接就说没有，对他更多的人会说你家庭主妇就没有在赚钱啊。实际上，这个家庭主妇产生的效益只是没有被通常的模式被计算出来而已，是一种 implicit 的那种内在的这种 output 输出嘛。对的，是的OK， 今天也真的是畅聊了超过2个小时哈，我相信听众观众一定会非常喜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可能会分成上下集，我有这样的预感。而且我也觉得会有读者朋友说想听更多的关于你的译者的工作呀，关于你对女性主义书籍的更多的推荐呀，包括我们更多讨论等等。我忘了提你的小红书的账号哈，君婷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小红书账号怎么找，并且你未来大概会有一些怎样的写作或者分享的角度？我的账号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我的名字的打头字母 J.T. 然后就是非常像人家签名的这个 initial 的感觉。然后
我的账号其实刚开，然后也还没有想好就是要往哪个方向垂直，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探索。那比较多的就目前的想法可能就是分享一些我的翻译的作品，可能翻译的进展，然后一些译者生活，因为我接下来可能也会有一些去旅居的一些计划和想法，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像诗歌创作啊等等，因为这也是我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谁知道呢？也许让它慢慢生长吧。希望是一个有趣的一个账号，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就是这个自由职业之后的一些生活。哇哦，好羡慕呀！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朋友，想要跃跃欲试的，就是问你，俊婷姐，我怎么成为译者？你会推荐这个职业给他们吗？还是要看你的所处的人生阶段，然后你的学业背景等等，就是因为之前就说了嘛，如果说你刚刚毕业，那我建议你还是要大胆而热烈的投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先做一个入世的人，然后你需要就是在这个社会上先有一定的立身之本，然后你可以。我也说了，就是无论到什么年龄，其实你都是可以有去勇敢追求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是，我其实也有朋友会问我，怎么样能够走到我现在的这样的，就是可以随便在哪里工作可以随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建议？我其实也是相似的一种分享，就是他也许还是需要做一些入世的事情，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现在的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一个位置并且其实那些入世的经历对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是的。感谢君婷今天与我们的谢谢张倩，这么酣畅淋漓的分享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录哦。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很久。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